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这几天王力宏的离婚瓜闹得沸沸扬扬，与此同时，王力宏的抠门也成了热议的话题。婚前签不对等协议，婚后转移财产，生怕李静蕾占便宜。他不仅对前妻抠，对自己也抠得要命，袜子破洞舍不得换，一件演出服穿了57场演唱会。今天咱们就从王力宏开始，看看娱乐圈身价过亿的明星们私底下究竟有多抠门。王力宏曾自曝，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，他都借衣服穿，平时也不愿意购买贵的衣服。然后穿完之后，走完红地毯，我一定会还的。主持人说他太抠门了，节俭比较好听一点。那么王力宏究竟有多节俭呢？13年来，他都开着同一辆车，尽管这辆车的外观布满擦痕，他也不介意，不去修理。一件演出服穿得破都舍不得扔，缝补一下继续穿，甚至穿了57场演唱会。2001年发行专辑《唯一》时，王力宏穿了一件条纹的衬衣。后来到了2015年，他发自拍的时候还是这件衬衣，一件衣服穿14年。比这个更离谱的还有，作为一个需要频繁出门工作的艺人，他的行李箱整整用了10年，整个箱子满是岁月的痕迹，直到破到不能用了，王力宏才恋恋不舍地换上了新箱子。在一次综艺节目上，陶喆吐槽王力宏家里全是破洞的袜子。如果你去他的衣柜里面去看，你真的能够看到很多破洞的袜子。王力宏被要求当场脱鞋子验证，结果发现脚上的袜子也破了洞。不过想到王力宏能把一件衬衫穿14年，破洞袜子似乎也不算出乎意料了。能在娱乐圈里抠出帮派立下帮规的，除了水果台一姐谢娜，应该没别人了吧。而关于谢娜自创的花式逃单法则，也成了抠门派必修功课之一。除了一心想着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之外，谢娜还多次联手自己的得意门生魏大勋，一起套路何老师买单。只能说再强的应变能力，遇到这两位其利断金的抠门师徒，也只能乖乖认栽。可怕的是，谢娜的抠门程度已经到达连自家老公都不放过的地步。当初谢娜为了约张杰，主动邀请何老师等人吃饭，几人在饭桌上喝了点小酒，等到了买单的时候，谢娜立马开始装醉，干起老本行。除此之外，谢娜对自家徒弟的抠门更是出了名的。魏大勋曾在节目中自曝，师傅谢娜只要手机里没钱了，就会在微信上找他聊天，而深得真传的魏大勋也非常上道，立马开始用红包与谢娜进行交谈。两人这段拿金钱建立起来的师徒关系，也曾被何老师在节目中调侃到，他唯一肯花钱就是花在娜娜身上。说来也是，魏大勋吃饭从来不买单，连送给井柏然的小熊还是粉丝送的。里面放的是一个小熊，是他粉丝送他的小熊，我就崩溃了。面对比他小的王源也不手软，他买单。同样抠到令人不敢相信的还有郭麒麟，上拜托尔冰箱，因为担心自己的冰箱太空没有什么可看的，他就想弄一些食材放进去充数，但他又不是买的真食材，而是写了一些食材的名字在纸片上充当食材。柠檬味气泡水乘3，芒果、酸奶。重点是他即使只是写的食材，也都只是一些芒果、酸奶之类的普通东西。何炅当场目瞪口呆，忍不住大呼：“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抠的人了！”天哪！大林子的抠远不止此，目前他还是在北京租房子住。为了省钱，他总是能凑合就凑合，灯坏了懒得换，莲蓬头就买最便宜的那种，就连家里的垃圾袋都舍不得扔。怪不得张若昀说他是本色出演小财迷范思哲。虽然说综艺大都有剧本，但其实也能见人品。魏大勋、郭麒麟这种说出来的抠门不算真正抠门，张丹峰那种做出来的抠门才叫真抠门。在我去上学那里，张丹峰和大张伟分别向 ella 借了100块，但是大张伟第2天就还了，张丹峰就一直装傻不记得。后来 ella 和魏晨就打电话过去跟张丹峰要回那100块，他还是装傻，逼得 ella 吐槽：“还钱！你做人失败，你的戏一定演得很烂。”借ella的钱也就算了，他还借学生的钱吃饭，借到钱之后扭头就走，连字幕组都忍不住出声了。更过分的是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他还偷吃同学碗里的鸡腿，被ella骂了之后才放回去。被告发之后，他不承认就算了，还诬陷给ella。安以轩也在《天天向上》上说，张丹峰是老不买单的朋友。沙青燕请剧组吃火锅，结果吃着吃着没菜了。那会儿他老婆红星还替他开脱，是我训练成他这样。其实我老公的是很大方的。再然后，张丹峰因为出轨经纪人成为著名渣男。小 S 一上台或者上节目就很女明星，但私下却能切换到普通人模式。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灰色帆布包，和大多数视包如命的女星截然不同，这只包包的出镜率真的超级高。还有雪花牛牛仔裤、猫耳朵发箍、real 姐姐的女明星。
他对孩子也非常严格，大女儿想要一件潮牌的衣服，必须得通过妈妈的同意。没想到发来语音，小 S 瞬间拒绝，给出的理由一是从小不要养成花大钱的习惯，二是会持续长高，穿不了可以捐给别人。女儿拿到画画比赛奖项，小 S 只会带他们到便利店选个小礼物。虽然不随便给孩子买，但该花的钱小 S 还是肯的。全家人出去旅游，吃得好，玩得好，孩子在跳舞、练琴、运动各方面的培养上，他也很愿意投入。不允许小孩无理由花上2000多，但是能接受他们为街头的残疾人捐助1000台币，这样质朴的消费观真的太赞了。刘亦菲也是圈内有名的节俭主义了，一件羽绒服穿10年，除了羽绒服之外，她还有一把椅子足足用了18年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刘亦菲说道，因为这把椅子很轻，不管到哪里都很方便携带，所以就整整用了18年。在私底下，刘亦菲的穿着也是很简单，很少会有大牌的衣服，就连买护肤品也是从小店里面去买，被粉丝吐槽手机像素太低，也不愿意换手机，直到最后手机坏了才买了新的手机。跟别的女明星相比，刘亦菲真的很节俭了。对自己很节俭，但是对宠物却很大方，就连对流浪猫也忍不住去关怀。曾经刘亦菲晒出了自家后院的照片，全是流浪猫，不仅喂养它们，刘亦菲还会带着这些猫打针、洗澡，精心的安置它们，真是人美心善了。小 S 和刘亦菲赚的钱并不是一味攒着，而是花在自己认为该花的地方。可郑爽她似乎就是单纯的享受攒钱的快感，哪怕她的身家以亿累计，她依然执着的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里抠钱。在超市偷喝饮料，狗狗生病了也不舍得送医院，而是要直接扔掉，真的是葛朗台赞士。节俭跟抠门真的是有弊的。倪萍曾经在节目上吐槽过张晨光，传说你家里冰箱还有94年的鳕鱼。其实如果只是不舍得扔，也算不上抠门。但如果已经过期很久的食物还一定要吃，甚至拿来招待客人，那就绝对是抠门了。倪萍还爆料，牙膏、肥皂都是酒店里带回家的。很多普通人都会做这种事，只是万万没想到明星也会这么做。张晨光是1956年的，可能因为老一辈的人都过苦日子，所以即便后来生活变好了，也不舍得花钱。他的这种抠门，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就还好。同样过苦日子的贤素媛也是一个非常节约的人，每次用化妆棉都要分成2次使用。装了化妆水的化妆棉从中间撕开，擦完脸后不丢，还可以用来擦手。擦完手之后还可以擦胳膊，然后还可以擦耳朵后面。因为化妆棉很厚，只用1次很浪费。这节约程度连主持人都震惊了。不干净啊，毕竟是要用在脸上的东西。但他的节约远不止此。在陈华的妈妈洗头的时候，贤素媛会用陈华妈妈头上搓出来的泡沫给自己洗头。洗澡的时候也坚决不用沐浴露和肥皂，只用清水洗。家里面的牙膏用完了，陈华想买新的牙膏，贤素媛不同意，让大家都用盐刷牙。13年来，贤素媛都是自己剪头发，因为节目里的发型师是要收取费用的。丝袜破了洞也不扔，缝缝补补之后又可以继续穿。不舍得花钱买新衣服，上节目都穿好多年前的短袖。陈华想给女儿买新的玩具也不行，买2手的就行了，消了毒就可以用了。虽然他很理解他是苦过来的，但是这种节约过度真的很难接受。谷嘉诚不是苦自己，而是坑别人。被拍到跟陈小云一起回酒店，他趴在前台上装睡，陈小云瞄了他好几眼也没反应，最后只能自己掏腰包。开房都让女生付钱，这种男人真的生平少见。而谷嘉诚前女友的爆料更是好笑，说他曾经借给他10万块钱买热搜，聊天记录中还显示谷嘉诚曾经发了某款游戏机的照片给他，说要是有人给他买就好了。最绝的是前女友曾经推荐过一款香皂，说香到男朋友切了一半带走，结果谷嘉诚没火，这款香皂倒是火了，某宝上都卖断货了。再往前还有一个著名渣男是许楚萧，也是前女友爆料信息量巨大，抠门已经算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项了。女生提到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就有人说他喜欢和家庭好的女孩子相处，他还曾经暗示想要新款 iPhone， 交往之后他经常给他买东西，他从不拒绝，而他从来没有给他花过1分钱。屈楚萧被曝其他绯闻后，这个女生很委屈，于是他来道歉，说要给他20万，结果又说没那么多钱，要去借，只给他了10万。再然后也有其他跟他交往过的女生说为他花了很多钱。屈楚萧跟谷嘉诚不仅仅是抠，而且还是典型的捞男，自己1毛不拔也就算了，还要反过来从女方身上吸血，跟抠高度关联的其实是渣。归根结底是因为这种抠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自利，爱自己胜过爱别人，只想索取却不想付出。说到底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不管抠门还是节俭，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。
但这种渣男式抠门还是尽早远离。明星虽然都是抠门，却各有各的抠法。有的人对自己大方，对他人抠门；有的人对自己抠门，对他人大方；还有的无差别抠门。你觉得哪种最难以接受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击关注。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